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雨无休无止地倾泻着，仿佛要将这个世界的秘密与罪孽彻底冲刷。天色阴沉得像被墨汁染透，空气中弥漫着湿冷与腐烂的气息。雨水敲击着屋顶与窗户，带着一种执着而疯狂的节奏，像是在敲响某种无形的警钟。在这样的雨夜里，一切都变得模糊而不真实。人们习惯将门窗紧闭，将自己与寒冷的世界隔绝，却忘了有些东西从来不是门锁能挡住的。雨水冲刷的不只是街道与房屋，还有被掩埋的记忆与隐藏的黑暗。当雨点落下时，那些应该被遗忘的过去总会不甘寂寞地回归，带着深埋的怨恨、未尽的执念，还有从未停止过的低语与呼唤。在这无尽的雨夜里，谁也无法预料，等待着你的是久远的回声，还是无法逃脱的命运。大雨滂沱，雨点拍打着窗户，发出密集的啪啪声，仿佛无数冰冷的手指在玻璃上摩擦。时钟的指针缓缓指向凌晨2点，我靠在沙发上，盯着客厅昏暗的立灯，光线柔弱的仿佛被浓重的雨幕吞没。我失眠了，脑中一片混乱，最近的生活糟糕透顶。失业、分手、租金到期，生活像是在这场无休止的雨中被冲刷得支离破碎。我靠着冷掉的咖啡提神，手机滑动的动作早已变成机械性的麻木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叮咚！我一愣，耳朵微微发颤。这个时间谁会来？难道是邻居出了什么事？我犹豫着站起来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向外张望，走廊昏黄的灯光在雨幕的折射下摇晃不停，除了雨声，什么人影也没有。该不会是哪个醉鬼按错门铃吧？我心想，正要转身回去，门铃又急促地响起，比刚才更响、更刺耳，仿佛在强行闯入我的神经。我心里泛起一股恼火，猛地拉开门，凉风夹杂着冰冷的雨水扑面而来。走廊空荡荡的，只有雨水顺着墙角缓缓流淌。就在我打算关门时，余光瞥见门口地板上摆着一个东西，那是一个旧式玩偶，破旧不堪，满是污渍，双眼圆滚滚地瞪着我。玩偶的嘴角被扭曲地画成一个诡异的笑容，仿佛在嘲弄我的惊慌。我压抑住胸中的寒意，俯身捡起它，触手湿滑，像是被雨水浸透了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冰冷与湿黏感。忽然，我的后背一阵发麻，好像有一双眼睛正从背后死死盯着我。我僵硬地转过身，心跳急促。门后站着一个湿透的小女孩，约莫7、8岁的模样，皮肤惨白，黑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。她的眼窝深陷，眼睛里透着一股死寂，双唇青紫，微微颤抖。叔叔，她声音轻轻的，像从雨里飘来的回声。我呆住了，恐惧和疑惑纠缠在一起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的家人呢？她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抬起了手，指向我手里的旧玩偶。这是我的。她的声音变得低沉，甚至有些沙哑。就在那一刻，一个模糊的记忆在脑海深处闪过。多年前，我还是一个10多岁的少年，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小镇度假。我们曾恶作剧般把一个女孩的玩偶丢进河里，嘲笑她，甚至将她推进冰冷的水中，然后仓皇逃跑。不，我喃喃自语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小女孩轻轻地问，笑容变得诡异，嘴角裂到两颊两侧，像是要撕裂整张脸。她的眼睛深处开始渗出黑色的液体，顺着脸颊滑落，混入雨水中。惊恐吞噬了我，我奋力地关上门，手掌颤抖着反锁。门外的雨声依然持续，但那女孩的脚步声却仿佛在走廊里缓缓踱步，时近时远。正当我喘着粗气，思考该怎么逃时，手机荧幕突然亮起，
一条未读讯息，你躲不掉的。下一秒，门铃再次响起，这次不再是单纯的铃声，而是剧烈的敲击，门板随之震颤，好似有人用全力猛砸。那不是一个孩子能发出的力量。灯光闪烁着，电流不稳，整个公寓陷入诡异的黑暗与死寂。我一步步后退，直到撞上了冰冷的窗户。玻璃表面布满雨水与雾气，然而在窗户的另一侧，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那女孩正站在窗外，紧贴着玻璃，双眼空洞，嘴唇依旧保持着那个诡异的微笑。你该还回来了。她的声音变得扭曲而陌生，像两个不同年龄层的声音叠加在一起。我疯狂地抓起身边的椅子，朝窗户砸去，但玻璃纹丝不动，好像早已与这个诡异的夜晚融为一体。电力突然恢复，灯光猛地亮起，窗外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没有雨水的痕迹，只有寂静无声的黑夜。刚才的一切从像是未发生过。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夹杂着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先生，开门，这里是警察。”浑身瘫软的我艰难地走到门口，缓缓拉开门，两个穿着警服的警察站在门外，表情凝重。“先生，今晚有人报案说听到你的房间里有骚动，我们进来检查一下。”我心跳如雷，连连点头。当他们进入房间检查时，一个警察突然在窗边停下，神情变得古怪。他用手指在玻璃上轻轻划过，从玻璃的内侧居然划下一行湿漉漉的字：“我回来了。”故事到此结束，门再也没有关上。大雨倾盆，雨点如冰冷的子弹砸向车窗，雨刷拼命来回扫动，却几乎没起作用。视线变得模糊，路面湿滑的危险。我和妻子艾琳在深夜的荒郊公路上艰难前行，焦躁与疲惫在狭窄的车厢内蔓延。我们应该没开错路吧？艾琳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目光紧盯着手机上的地图，但信号消失了，地图软体成了一张空白的屏幕。应该没错，我咬着牙回答，心中却涌上不安。天气预报根本没提过会有这么大的暴雨，而这条通往乡村旅馆的公路越走越荒凉。突然，咔嚓一声巨响从引擎盖下传来，车身猛地一震，紧接着仪表板上的红灯疯狂闪烁。我紧急踩下刹车，车在淹满雨水的泥泞中滑行了几米，最后停了下来。该死！我一拳捶在方向盘上。艾琳脸色发白，颤声问：“车坏了？”我试着重新发动引擎，但每次都只听到引擎发出绞痛般的嘶吼，像垂死的野兽。雨声包围了我们，仿佛无数冰冷的手敲打着车窗，急促而阴冷。只能走过去找人帮忙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压下心中的烦躁。艾琳紧紧握住包包，点了点头。我们拉上雨衣，撑起仅剩的一把破旧的黑伞，在狂风暴雨中迈开脚步。雨幕模糊了视线，我们沿着泥泞的公路走了约莫半小时，鞋底早已陷入湿滑的泥巴，脚步艰难而缓慢。正当我们疲惫不堪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荒凉的墓园。我们绕过去吧，艾琳拉住我，眼里透着一丝惊慌。墓园里的墓碑密密麻麻，形状各异，像一群沉默不语的看守者，在雨中肃立着。我皱着眉头查看了一下地图方位，仍然没有信号。绕过去得多走1个小时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雨还在下，我强行镇定，拉着他的手跨过生锈的铁栏杆。墓园内的杂草被雨水压得低垂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浊的泥土气味，令人窒息。艾琳紧紧抓住我的手，脚步颤抖。我们沿着一条细小的石板小径前行，四周被密集的墓碑包围，雨水顺着碑面缓缓滑落，像是在啜泣。我低头时，注意到泥泞的地面上布满了深深的脚印，却完全没有被雨水冲刷掉的痕迹。这里还有人？艾琳轻声问，脸色发白。大概是有人来扫墓吧，我试图解释，却无法说服自己。
那些脚印深深陷入泥中，像是有人长时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走了几分钟后，我们发现那些脚印竟然出现在我们身后。那不是我们留下的，形状巨大，深深刻进泥土，朝我们的方向延伸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惊愕地转过身，后方的小径空无一人，只有那奇怪的脚印与墓碑间淌下的积水混在一起，闪着寒冷的光。我们走错了，快回去！艾琳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声音颤抖到几乎破裂。我拉着她匆匆返回，却发现我们竟绕回了刚才的墓碑前，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，陷入了诡异的迷宫。雨势突然变大，浓重的水雾在周围蔓延，视线变得模糊不清。我的心跳快得几乎失控，脑中只剩下逃跑的念头。我们狂奔起来，但脚步声却没有止步。身后仿佛有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与我们的步伐交错回响。我转身一瞥，雾气中似乎浮现了一个身影，高大佝偻，仿佛从泥土中爬出来的古老鬼魅。那些脚印正是他留下的。快跑！我怒吼着拉起艾琳，穿过一片泥泞的墓地，直到发现前方出现了一座破败的教堂。那教堂似乎早已荒废，破烂的木门在风中吱呀作响。我用力推开门，将艾琳拖了进去，迅速关上门，抵在门后，气喘如牛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只有门外的雨声与远处似有似无的脚步声，仿佛从泥泞中深深挪动。我们瑟缩在墙角，心中只剩下绝望。突然，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仿佛在命令我们打开。我紧张到几乎窒息，浑身发颤。艾琳已经瘫倒在地。门缝下，一行湿漉漉的脚印慢慢渗入室内，脚印的尽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。你们该回去了。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，如同腐烂泥土中的回音。最后，我记得的是一双冰冷而强有力的手，将我拉入永无止境的黑暗与湿润泥沼。墓园的深处再也没有人来过。多年后，当地村民经常提起那个失踪的故事。他们说，在那场暴雨之夜，墓园里的新墓碑悄然增添了2座，而墓碑上的名字正是我们的。连续3天的大雨把小镇彻底与外界隔绝了，河水暴涨，桥梁被冲毁，手机信号和网络早在第1天就完全中断。镇上剩下的居民们早已被困在家中，除了持续不断的雨声，四周一片死寂，仿佛这世界被水吞噬，只剩下湿冷的空气与腐烂的泥土气息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盯着面前摇曳的蜡烛火光，耳边充斥着雨点敲击窗户的密集声响。房间昏暗湿冷，潮湿的空气像是一双无形的手，紧紧攥住我的喉咙。我试着让自己冷静，告诉自己这场雨很快就会停，但内心的焦躁却越来越强烈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一个低沉而绝望的声音：救命！有人吗？救救我！那声音轻轻飘进来，几乎被雨声掩盖，但我听得很清楚，像是从远处传来，又像是就在窗外。我僵住了，耳朵竖得笔直，等待声音再次响起。几秒钟的静默后，那声音又出现了：救命！求求你！我浑身一颤，心跳陡然加速。这种呼救声在这样的雨夜里听上去异常诡异。我想说服自己这只是错觉，也许是风声，或是远处某个地方的电视声音，但那声音太真实了，绝不是自然声响。我强迫自己站起来，打开门，冰冷的雨水瞬间迎面扑来。门外的街道漆黑一片，只有被雨水模糊的路灯闪烁着微弱的光。我试着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，脚下的水漫过小腿，冰冷刺骨。有人吗？我高声喊道，声音在雨中迅速消散。四周静得可怕，好像这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存在。就在我准备放弃回家时，
远处的黑暗中闪过一丝烛光的微光，短暂却清晰。我下意识朝那方向跑去，鞋子在泥泞中溅起肮脏的水花，衣服早已湿透。前方是一间废弃多年的木屋，屋顶坍塌一半，墙壁斑驳长满青苔，仿佛随时会倒塌。烛光似乎就从木屋里传出，还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哭声和救命的呼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湿冷的煤气扑面而来，烛光在室内摇曳，四周布满破旧的家具与发霉的地毯。有人在吗？我大喊，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回荡。我慢慢朝光源靠近，发现地板上竟铺着几张早已泛黄的报纸，上面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：少女失踪案持续调查，警方尚未找到任何线索。报纸日期是10年前，封面上是一个看起来约莫12岁的女孩的黑白照片，长发垂肩，笑容甜美。我不认识这个女孩，但她的脸让我莫名感到熟悉，像是记忆深处被封存的画面。突然，一阵风吹灭了蜡烛，房间瞬间陷入死寂与黑暗，只有雨声依然急促地拍打窗户。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勉强照亮四周。当灯光再次照到房间的一角时，我惊恐地发现，那张失踪女孩的照片被人从报纸上剪了下来，照片空洞的位置却多了一行字：她还在等你。脑中的恐惧像毒蛇般疯狂缠绕着我，我立刻转身往外跑。但就在我跨过门槛的瞬间，脚下猛地一滑，整个人摔倒在地，手中的手电筒滚落一旁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当我抬起头时，借着微弱的光，我看到木屋的角落里站着一个女孩的身影。她满身湿透，头发紧紧贴在苍白的脸上，双眼空洞无神，深深地凝视着我。你来了，她轻轻说，声音里透着无尽的悲哀与怨恨。你是谁？我声音颤抖，浑身瘫软在地。你忘了吗？她的嘴角扬起一个冰冷的微笑，脸上的水渍却如血般慢慢滑落。当年你们做了什么？记忆深处的片段猛然涌现。10年前，我和几个玩伴曾在这片荒地玩耍。那个时候，一个和我们同龄的女孩总是孤零零地站在远处，手里抱着一个破旧的洋娃娃。我们常常戏弄她，把她的娃娃抢走。最后一次，我们把娃娃丢进了暴雨中湍急的河里。那天晚上，她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我拼命后退，试图逃离那恐怖的回忆。但她缓缓靠近，眼眶中渗出黑色的水滴，滴落在地板上，发出诡异的滴答声。你没有来救我，现在你也不能逃了。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扭曲，像是无数声音重叠，怨恨与绝望凝成了死亡的诅咒。最后一刻，我看见她伸出的手冰冷而湿滑，如死亡的锁链，将我拉入黑暗深处，彻底吞没。雨声在耳边不断回响，像一首无尽的哀歌。几个月后，小镇的洪水退去时，当地居民在那座废弃的木屋里发现了一具身上布满水渍的尸体。尸体紧紧抓着一张泛黄的报纸，报纸上那张失踪女孩的黑白照片再次出现，笑得诡异又满足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